你是沙丁鱼的粉丝吗？如果是，那今天这条内容你一定要看完。沙丁鱼是少数天然汞含量极低的鱼类之一，安全到你每周都可以放心吃。这些小小的游泳健将对心脏有好到惊人的保护力，给你的大脑持续供能，还能强化骨骼。每一罐沙丁鱼里都藏着丰富的蛋白质 Omega-3 脂肪酸、钙质，还有你身体不可或缺的各种维他命。但问题来了，绝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用一些常见失误把所有这些好处全毁了。你可能在超市货架上随手拿错了种类，也可能把吃剩的沙丁鱼放太久，让它悄悄变质，甚至有人会在水龙头下冲洗沙丁鱼，以为这样更健康，实际上却在把宝贵营养冲进下水道。而最大的错误是把营养最多精华的部分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沙丁鱼在罐头里不会失去力量，它们是在我们处理它们的方式中失去力量的。从糟糕的储存习惯到粗心的烹调，这些小鱼通常在被端上你的餐盘前就已被剥夺了应有的价值。今天这篇文章会向你展示人们吃沙丁鱼时最常犯的10个错误，有些乍看微不足道，但当你了解背后的原理，你就会明白它们到底有多重要。读到最后的你一定可以确切知道怎样才能从沙丁鱼身上得到最好的风味、最佳的营养和全部的价值。在开始之前，请你帮我一个小忙，点赞并收藏这篇文章。如果你也关心健康饮食，就在评论区打一个是字，让我知道你在看。好的，我们马上开始。第一个常犯的严重错误是把沙丁鱼的骨头丢掉。很多人吃沙丁鱼时习惯性的把骨头挑掉，这放在大鱼身上完全合理。它们又硬又尖，存在安全隐患。但沙丁鱼完全不是这样，它的骨头柔软，可食用，嚼起来安全无害。因为罐头加工时的高压炖煮，那些小骨头已经变得软嫩，你基本感觉不到自己吃下了骨头。关键就在这儿，那些微不起眼的小骨头其实是营养的发电厂，它们是你能从海鲜里找到的最丰富的天然钙质来源之一。只要一份沙丁鱼，连骨头一起吃，就能提供超过你每日钙需求量1/3。这些钙质能保持你的骨骼强健，牙齿坚固，还能让肌肉正常运作。更别提沙丁鱼骨头还附带维他命 D， 这是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和利用钙质的关键营养素。钙和维他命 D 共同构成了随着年龄增长保护骨骼健康的终极防御团队。当你把骨头挑掉时，你不仅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你是在把沙丁鱼最值钱的那部分营养直接扔掉。有趣的是，你根本吃不出骨头的味道，它们和鱼肉完美融合，你一咬下去几乎没有存在感。你也可以去买已经去骨的沙丁鱼，但它们更贵，而且外观通常不吸引人。去骨过程会破坏鱼的完整性，你付了更高的价格，却得到了更少的营养和更差的外观。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留下骨头，它们安全，极其营养，而且一旦你吃了根本注意不到，把它们当作大自然隐藏的额外奖励。这也是沙丁鱼能够名列地球上营养最密集食物之一的关键原因。第二个常见的错误是选择水煮沙丁鱼而不是油渍的。
这个错误发生在你打开罐头之前，就在超市货架上。很多人会直接拿起水煮版本，以为这样一定更健康，热量更低，味道更清淡，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实际上，旋水煮沙丁鱼意味着你同时牺牲了味道和营养。沙丁鱼天然富含有益的脂肪，特别是 Omega-3， 这些就是能平息发炎、保护心脏、支持大脑功能的超级脂肪。油脂能完美锁住这些营养素，同时让鱼肉保持湿润。而水的作用刚好相反，它会带走风味，让肉质变干，时间一久还会因为鱼的天然油脂分解而产生金属味。油不只是为了让味道更好，它就像一道天然屏障，能减缓氧化，保存新鲜度和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浸泡在高品质油里的沙丁鱼味道更浓郁，而且放得越久反而更好吃。没错，油渍版本的卡路里确实更高，但这些热量来自你身体真正渴望的健康脂肪，差别非常明显。一罐油渍沙丁鱼给你更好的味道和更完整的营养，而水煮版本两者都差一截。如果你想让沙丁鱼的全部好处和风味都为你所用，直接跳过水煮罐头，选优质的油渍版本吧。第三个错误是把打开的沙丁鱼放太久，这几乎是每个人迟早都会犯的坏习惯。打开一罐沙丁鱼，然后就放在冰箱里好几天。未开封的罐头可以安稳存放好几年，但一旦你破坏了那个密封状态，倒计时就开始了。空气会迅速开始破坏鱼肉，那些让沙丁鱼如此珍贵的健康油脂开始氧化，导致味道变淡，同时破坏了你身体需要的 Omega-3 脂肪酸。放得越久，好处就越少，味道也越差。它们能撑多久要看包装方式。如果沙丁鱼是水煮的，它们坏得最快，一般24小时内就变味。油渍的可以在冰箱里保存2到3天，茄汁口味的可能能延长到4天。但一旦超过1个星期，不管什么口味都不安全了。另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错误是直接把剩余留在原来的罐头里。一旦打开，金属会与空气反应，加速变质，还会留下不愉快的金属味。食品专家总是建议尽快把剩的沙丁鱼转移到干净、密封的玻璃或塑料容器中。这个小步骤能有效减缓营养流失，保持风味完整。当然，你也可以冷冻沙丁鱼，让它更耐放，但冷冻会改变质地，让鱼肉变软。最聪明的做法是只打开你1-2天内能吃完的量，并且总是把剩下的部分妥善密封保存。这个小习惯能让你的沙丁鱼一直保持新鲜、安全，就像刚刚打开罐头那一天一样，营养满分。第4个错误是忘记检查有效期限和正确的储存方式。很多人觉得鱼罐头能永远保存，这是一个危险的误解。沙丁鱼确实可以保持新鲜好几年，但前提是必须保存在正确的条件里。高温、光线和湿气是它们最大的敌人。把罐头放在阳光直射的窗台、炉灶旁边或者潮湿的食物储藏室里，会加速罐头外壁和里面鱼肉的变质。时间一久，里面的油脂开始氧化，味道变得令人不悦，营养也慢慢流失。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变弱的罐头甚至可能让细菌生长，让食物变得不安全。另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是，
不是所有沙丁鱼都一样耐放。用番茄酱或其他酸性基底包装的沙丁鱼，变质的速度比油渍的要快很多。如果你两种都有，最好先吃掉茄汁或酱汁口味的，把油渍的留着慢慢放。在打开任何罐头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如果出现膨胀、生锈、斑点、接缝处凹陷或者任何漏液的现象，都代表沙丁鱼已经不再安全，不要冒险，直接丢掉。这样想吧，沙丁鱼是你能买到最便宜、营养最密集的食物之一。不要让粗心的储存方式毁了它们，更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只要多加留意，你就可以确保每一罐都保持新鲜、安全，充满它本该提供的所有营养。第5个错误是只吃罐头里原封不动的纯沙丁鱼。沙丁鱼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方便打开罐头就能直接吃。但问题来了，如果你只用这一种方式吃它们，你会很快吃腻，并且错失它们所有可以大放异彩的创意吃法。沙丁鱼绝不只是一种快餐式的零食，它们完全可以成为无数菜肴中的明星食材。试试这个，把它们和牛油果、原味酸奶或者淋上一点橄榄油一起捣碎，做成涂在吐司或饼干上的绵密高蛋白抹酱，放在面包片上，加上洋葱、酸豆或番茄片，一道地中海风味的小点心就做好了。味道像餐厅出品，但只需要几分钟。它们在热食中也非常亮眼。在快出锅前把沙丁鱼拌入意大利面酱里，能增加浓郁的口感和 Omega-3， 或者在菜肴最后阶段把它们拌进蔬菜炒肉里，它们能保持完整，同时贡献风味和蛋白质。加了沙丁鱼，连披萨都变得更让人兴奋了。它们咸香的风味和新鲜香草、甜椒、橄榄完美搭配。也别忘了早餐，把沙丁鱼加入炒蛋或包进煎蛋卷里，能把最简单的一餐变成营养密集的超级发电站。除了风味，把沙丁鱼和蔬菜、谷物、健康脂肪搭配在一起，实际上能帮助你的身体更好地利用它们的营养。比如和富含维他命 C 的食物，如番茄或甜椒一起吃，能提高你对铁的吸收率。当然，有时候直接从罐头里吃也没问题，但别就此停下来。只要发挥一点想象力，沙丁鱼就能变成一种百搭、美味又极具营养的食材，让你的每一餐都充满新鲜感。第6个错误是以为所有沙丁鱼的口感味道都一样。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每一罐沙丁鱼都完全一样，这根本不是事实。就像咖啡、葡萄酒或奶酪一样，沙丁鱼有自己的独特风味，质地和品质取决于它们在哪里捕捞、如何加工，甚至是季节。以产地为例，来自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沙丁鱼味道可以完全不同。水温、鱼的饮食和当地环境都会影响最终的风味。冷水沙丁鱼，比如来自挪威的，通常肉质更紧实，味道干净温和。相反，来自温暖水域的沙丁鱼往往质地更柔软，味道更浓郁，油脂也更丰富，捕捞时间也很重要。春天抓到的鱼味道通常较清淡，而晚些时候收获的鱼脂肪更多，味道更强烈。然后是包装液体，它会改变一切。橄榄油、番茄酱、芥末
或者白水，每一种都会带出完全不同的风味。浸泡在优质橄榄油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沙丁鱼，以它们随着时间熟成而发展出复杂醇厚的风味而闻名。有些品牌甚至会烟熏他们的沙丁鱼，或者用香料油来增加风味。所以如果你试过一罐但不喜欢，不要急着给沙丁鱼判死刑，很可能你只是还没找到适合你口味的那一款。沙丁鱼有这么多品种，产地和包装方式绝对不是千篇一律的。多试几种，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小罐头里藏着一个全新的风味世界。第7个错误是把沙丁鱼和冲突的味道搭在一起。沙丁鱼肉质油润，咸香且味道有深度，这让它们在菜肴里非常抢眼。但这种强烈也意味着它们在盘子里需要合适的伙伴。最常见的误区是把它们和互相竞争而不是互补的味道配对。秘诀在于对比，沙丁鱼和能切断油腻感的食材搭配时最出彩，明亮、酸性或新鲜的元素能带来完美平衡。挤一点柠檬汁，加一点醋，来点酸豆，甚至新鲜番茄都能让沙丁鱼改头换面。腌制蔬菜也有奇效，它们的酸涩能凸显鱼肉的鲜美，而不是掩盖它。新鲜香草，比如阿斯罗、平叶欧芹或香菜，能给菜肴增添一抹清新，让整道菜不显沉重。那么你应该避开什么？浓稠的奶油酱，加了许多奶油的配料，或者过于甜腻的搭配。把奶油和沙丁鱼天然的油润结合在一起，通常会让你的味蕾超载。甜美的糖霜或水果风味往往会和沙丁鱼天然的咸味冲突，产生一种奇怪、令人不快的混合。举个简单的例子，沙丁鱼放在吐司上，加柠檬和香草，味道明亮清爽。而埋在浓郁奶酪酱下的沙丁鱼，吃起来过于油腻，很难享受。不是说你不能尝试，但平衡就是一切。当你选对了搭档，沙丁鱼就不再只是一罐鱼，而是一种充满活力、感觉新鲜、令人兴奋又难忘的美味食材。第8个错误是用水冲洗沙丁鱼。这个习惯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很多人吃沙丁鱼前会放在水龙头下冲洗，以为这样更健康。事实恰恰相反，它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好处。这个做法的动机通常是为了减少盐分、油脂或者强烈的鱼腥味，但真相是冲洗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它会洗掉花了几个月时间发展出来的风味和营养。沙丁鱼浸泡的液体，不管是油、盐、水还是酱汁，都不只是填充物，它们是保存过程的一部分。时间一久，鱼和液体之间会交换风味，而那些必需的营养素，比如 Omega-3 脂肪酸和脂溶性维他命，实际上会转移到那些液体中。当你冲洗它们的时候，你就把那些好东西直接倒进排水孔了。如果是油渍沙丁鱼，冲洗会让情况更糟。油和水不相容，鱼肉通常会散开，变得软烂，不吸引人。茄汁或芥末口味的沙丁鱼也一样，能提升鱼肉风味的酸甜平衡被水冲走，鱼肉变得平淡无味。至于减少盐分，冲洗其实没什么帮助，因为在装罐过程中，钠已经被吸收到了鱼肉内部，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
一个更聪明的做法是直接选择低钠沙丁鱼，或者在餐点的其他部分少放一点盐。这样你既能享受完整风味，又能保留营养。记住，冲洗沙丁鱼就像在几秒钟内毁掉几个月精心建立的风味。不要把它们洗掉，好好享用那些油、盐、水或酱汁，它们正是让沙丁鱼如此独特又营养丰富的一部分。第9个错误是因为怕鱼腥味而直接跳过沙丁鱼。很多人对沙丁鱼最大的反感就是觉得它味道太重，但事实是这样的，沙丁鱼是鱼，它们本来就该有海洋的味道。当品质够好、处理得当的时候，它们应该闻起来干净、咸香，带着一点点微咸，几乎就像清新的海风。如果你的沙丁鱼味道过于强烈或令人不舒服，问题通常不出在鱼身上，很可能是它们储存不当，过了最佳赏味期，或者你单纯没有把它们和合适的食物搭配好。与其试图掩盖味道，不如想办法让它明亮起来，挤一点柠檬汁，淋一点醋，甚至加一点番茄酱，都能切断油腻感，让它们尝起来充满活力。新鲜香草像平叶欧芹、西罗或香菜，能给菜肴增添一抹清新的平衡感。品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浸泡在优质橄榄油或浓郁番茄酱中的沙丁鱼，吃起来通常比便宜版本更干净、更顺口。而且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的味蕾是可以适应的。如果你平时很少吃鱼，沙丁鱼一开始可能尝起来味道很重，但当你继续尝试，你会慢慢注意到它们微妙的甜味和深度的风味。所以与其因为沙丁鱼太腥而拒绝它们，不如再给它们一次机会，试着把它们加进沙拉里，搭配清脆的蔬菜，或者在上面淋一点柑橘汁。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那种所谓的浓烈味道很快就会变成你真正渴望的东西。第10个错误，也是最大的错误，是把罐头里的油倒掉。很多人吃沙丁鱼时习惯性地把油沥干，然后直接倒进水槽里。但那些金黄色的液体根本不是废物，它充满了营养和风味。原因是这样的，当沙丁鱼保存在油中时，时间会带来一种缓慢的交换鱼把自己的天然汁液释放到油里，而油也渗透回鱼肉中。这个过程持续几个月，让罐里的油变成了一个富含 omega-3 脂肪酸、脂溶性维他命如维他命 D 的超级发电厂，甚至加深了咸香的层次。简单来说，那些油已经变成了液体营养品，把它倒掉，意味着你失去的不只是卡路里，更是能支持心脏、大脑和免疫系统的宝贵营养。从烹饪角度看，那罐油是任何厨师都愿意免费得到的风味增强剂，有太多方法可以把它用起来。淋在沙拉上代替瓶装沙拉酱，用来炒蔬菜，配意大利面或米饭，把它拌进炖菜或汤里，增加浓郁度，或者直接用新鲜的面包蘸着吃，再挤点柠檬汁，加点香草。更好的是，开罐后那罐油的味道常常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你把它们妥善存放在冰箱里几天，风味会继续加深，让你的每一餐都更好吃。沙丁鱼油太珍贵了，不值得浪费。请把它当成它真正的身份，一个藏在罐头里的秘密武器。讲完了10个常见错误，我得特别提醒一下，哪些人吃沙丁鱼时应该多加小心。沙丁鱼被誉为你可能买到的最有营养的食物之一，
但就像任何强大的食物一样，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某些群体在把它变成日常习惯之前，应该留意一下。首先，患有高血压或者对盐分敏感的人要注意。大多数罐装沙丁鱼是保存在加了盐的水、油或酱汁里的，这意味着钠含量通常不低。过多的盐分会升高血压，所以选择低钠版本是更明智的做法。第二，患有痛风或尿酸浓度偏高的人要当心。沙丁鱼天然富含嘌呤，身体会把它转化为尿酸。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吃太多可能会引发痛风发作。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容易得肾结石的个体，特别是尿酸结石，因为过量的嘌呤会增加风险。在这些情况下，适量和咨询医疗建议都很重要。最后，对于孕妇来说，沙丁鱼是最安全的鱼类之一，因为它们和旗鱼、金枪鱼这些大型鱼类不同，汞含量非常少。不过，由于罐装沙丁鱼通常泡在咸盐水或油里，如果你经常吃，最好注意一下钠和热量的摄入。好了，朋友，沙丁鱼虽小，但对你的健康可以有巨大的力量。只要避开这10个常见的错误，同时知道哪些人应该小心，你就能充分享受到这些小鱼的美味、营养和安全。记住，重要的不只是你吃了什么，而是你怎么吃，这才是产生差别的关键。如果今天的内容给了你新的灵感，请帮我点赞、收藏，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喜欢怎么吃沙丁鱼。下次见，保持健康，保持强壮，继续做出支持你最好状态的选择。